這他媽個模型啊，既不精緻又不好玩，還有點扎手。但是狼王大戰打到現在啊，這款模型呢是目前我玩过的里边我最感興趣的一款了。好了，各位同志們，咱们今儿來看的是這個忘了叫什麼啊，一個拼裝的1:60的大狼王模型呢，我沒有拼完啊，目前的完成度呢，也就是屏幕前的這個樣子了，就只拼了一個主體。今兒呢就是簡單水一下，首先還是說一下目前遇到的各種問題吧。首先第一個就是模型拼起來組合度體驗方面呢還是比較一般的，然後不光是說拼着一般，拼的時候還是挺容易扎手的，就是整一個的體驗其實都比較差。然後呢，整個模型其實說明書上問題也是非常的多，然後模型你收到手的時候散裝度吧，或者說集成度也不高，就基本上这一片那一片的。並不是給我一種很完整的完成度很高的量產品的感覺。然後外觀方面有大概兩個問題，第一個是我覺得這個頭雕方面，尤其是這個天線的造型，我不是說特別的喜歡，總有感覺有點奇怪，而且這個連接那個紅色特效件的這個插口做的也是存在感比較強。顏值方面，其實我之前做那阿萊耶識的那個胸像那個頭的天線樣式是我覺得最喜歡的。再一個就是模型拼裝完成以後有很多莫名其妙的裝甲縫隙啊，如果有的是考慮到說活動啊有裂甲展開的話，我都可以覺得勉強能理解，但是有的就是完全想不通的一些不規則的縫隙，而且你活動的時候，比如說膝蓋這個位置，它整一個結構設計的是你活動完了是沒有辦法順利的歸位的。再加上有點扎手啊，然後整個板件的精緻度又做得很一般，反正就是無論是把玩體驗、精緻度方面都是沒有辦法給一個很好的評價。大體的結構邏輯上基本上就是 MG 巴巴托斯的那一套東西啊，比較明顯的就是液壓桿啊，包括比如說腿這一塊的話，基本都大差不差。結合這個配置和售價來說呢，放大到這個比例，我覺得也是能接受的。胸口呢是有一個駕駛艙的，我不知道狼王駕駛艙正常打開是不是應該是這樣式的，但是呢打開幅度並不是很大，能看到裡邊有一個小人，然後上面的這個紅色蓋板呢是沒有辦法打開了，關回去的話，應該是明顯感覺到有一個定位卡槽了啊，插住的話就沒那麼鬆了。然後給大家看一下這個大狼王到底有多大，咱們拿出一個1:100的胖虎身高達，還有一個原大小的萬代的 RG 身高達。大家對比着看一下，確實是這個高度方面能達到 PG 級別了啊，比那個 PGU 還是要高一點點。一把基本上等於一整把這個30厘米的尺子的長度了。早上沒啥事的時候，我就把它拿到小區的花園裡去拍了一段這個外景啊，能看到其實在室外去看的話，這個東西也是比較的大個了。還有就是為啥說我這東西只拼了個主體就不拼了，一方面是確實是時間比較緊張啊，還有就是我拼到這兒的時候發現，個人來說很主觀的需求，對這款模型的需求大概就到這兒了。說白了，我就感覺把它當成個花瓶，然後這麼擺着也挺好的，而且一體性方面感覺也不錯。還有兩個比較重要的事兒，一個是拼裝的時候，比如說胸口兩側黃色进氣口這兩側的位置拼的時候還是需要用一定膠水的。然後大臂頂端平轉的時候，如果比較緊的話，一定要捏住上端啊，能看到中間這個連接位置是比較細的。如果說你握着小臂去達到平轉的話，如果關節比較緊，那這個位置很容易就斷掉，而且這個位置一旦斷掉呢，是沒有辦法修補的。但是我另一邊的話，這個平轉其實沒有那麼的緊啊，阻尼度調的還行。我這個握着下邊去轉起來沒有什麼問題，但是我還是比較擔心啊，所以活動的時候我還是比較喜歡握着頂端。然後比較喜歡這款產品，其實是一個非常100%主觀的事情啊。我知道可能其他的同類型的產品或者小一號的那些，可能完成度會更高一點。這款模型呢，讓我挑毛病，我基本上能說出一大堆來，但是它的大小這塊我覺得還是因為個人需求吧，就是這個東西擺起來確實是觀感上我覺得是更好一些。如果說你家裡是比較空啊，或者是買了新家，比較需要一些自己喜歡的模型去填滿的話，那這款其實我還是比較推薦的。一個大概300塊錢的東西，它的裝點效果其實還是要高於它的售價的。那如果說你比較喜歡精緻模型啊，平時也喜歡把玩的話，那這款模型千萬不要嘗試啊。完美視頻到這就差不多結束了，大家本款模型有什麼想说想問的，歡迎彈幕評論區留言。喜歡節目的話，歡迎關注，那我們下期見，拜拜。